美国再次制造舆论，炒作中国094型战略核潜艇福航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媒体、专家、军方各路纷纷进行猜测，解放军此举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再次开始炒作中国，上演了开局一张图，后续全靠编的戏码。12月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文称，11月29号，一艘解放军094型战略核潜艇以福航的形式通过台湾海峡，并认为战略核潜艇公开远距离福航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1月29号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中国094战略核潜艇是否以福航的形式通过台湾海峡？当日，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专栏作家、潜艇专家萨顿在个人博客上写道：一艘中国海军潜艇暂时认定为一艘094战略核潜艇，正在通过台湾海峡。这艘战略核潜艇正从榆林基地向北航行，潜艇浮出水面，并有一艘舰船为其护航。那这位潜艇专家萨顿又是怎么知道有一艘潜艇福航通过台湾海峡，并认为是中国海军的094战略核潜艇？萨顿在博客写道，是对欧洲航天局烧饼2号卫星当天上午10点拍摄的照片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但这张卫星图像分辨率很低，而且只能观测到潜艇上浮后的长度，这长度与潜艇的上浮程度有关。不论是细节还是整体，都很难判断出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潜艇，所以卫星拍摄的照片来证明，未免有些差强人意。但作为个人的猜测也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也只是猜测而已。但这一猜测在网络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对这件事儿感到好奇，认为中国军队要搞什么大动作出来了。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作战处处长舒斯特以前段时间美国核动力潜艇康涅狄格号在亚太国际水域潜航时撞上海底山脉后舰艇受损为例，对此事发言道：战略核潜艇进行远距离福航的行为十分令人疑惑，几乎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这可能代表中国核潜艇存在重大舰艇或工程问题，中国担心核潜艇在潜航时会存在风险，才以福航的方式返回北方的造船厂接受检修。舒斯特还猜测到，战略核潜艇福航可能只是中国的秀肌肉行为。近来台湾问题的不断深化，中美两国不断的派军在台湾海峡通行。今年美国海军已经11次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两国进入海峡的军舰持续增加，在狭窄的水道来回巡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两国很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爆发意外冲突。美国国会研究处也宣称，中美军机和军舰在南海频繁巡航，有可能增加误判风险，或可能以不经意的行动引发意外或迅速升级成危机或冲突事件。可以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狠狠地带了一波舆论节奏，还是熟悉的中国威胁论，一样的配方，不一样的做法。但作为影响力颇大的美国官方媒体，只是凭借一张图和一位潜艇专家在个人博客上的猜测，并不查证新闻的真伪，毫不负责任地发布在官方媒体上，完全失去了新闻媒体的专业水准，意图也尤为明显。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对此次事件也发表看法，认为无法从卫星照片判断出该潜艇的动态，更不用说能够精细到型号。美媒根据模糊信息就开始穿凿附会、捕风捉影、胡乱杜撰事实，荒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网上舆论白热化后，潜艇专家萨顿发文澄清，潜艇上浮航行是无威胁的，只是例行航行而已，这不是中国要对台湾发动攻击，也不是紧张局势的加剧。抱歉，如果我引起了恐慌或过度兴奋，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舆论的澄清丝毫不提，反而着重强调中国海军的094战略核潜艇断章取义。为什么美媒要抓着094核潜艇不放？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五角大楼的宣传中，中国核潜艇因为能力限制，基本上只能采用龟缩战术，即中国核潜艇只敢潜伏在南海等中国近海区域不露声色，从而针对美国第1到第2岛链发动突袭。而如果中国核潜艇要威胁美国本土的话，就必须出台海进入太平洋中部。因此，台海成为美国反潜机活动的重点。美军一直认为中国核潜艇不敢冒险进入台海，但如今中国战略核潜艇意外闯入禁区，如果此事为真，很明显就是在告诉美国，中国的核潜艇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
这也是美国媒体炒作的重点。那么，中国的094核潜艇又是个怎样的存在？中国的核潜艇研发要比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稍晚一些。美国的第一艘核潜艇是1954年正式下水的鹦鹉螺号核潜艇，也是世界第一艘核潜艇，打开了世界应用核动力之先河。潜艇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前苏联也在1969年正式下水了本国第一艘核潜艇627型攻击核潜艇，而中国在1966年才开始对核潜艇展开研发，一路从无到有，磕磕碰碰。在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091型核潜艇，也就是长征1号核潜艇，正式下水。经过了多年潜艇研发技术的开拓和积累，2004年，中国第2代核潜艇094型战略核潜艇正式问世。核潜艇是一个大国的标志性装备，是一个国家是否具备3位一体打击能力的重要保证。同时，核潜艇也是生存能力最强的核装备。核潜艇依靠其携带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承担着2次打击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威慑力要远比陆基、空基核武器更强大。而094作为中国海军装备的第2代战略导弹核潜艇，是中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潜艇。对此，对比下级潜艇有明显的改进。相比于中国上一代的092型战略核潜艇，无论在隐蔽性、传感器还是推进系统可靠程度方面都有着极大的提高。094核潜艇水上排水量为9000吨，水下排水量为11000吨，航速26节，航前深度300米，搭载了12枚巨浪2型潜射洲际导弹。该导弹的射程约为8000公里，可以携带1枚25万吨的核弹头，也可以同时携带多枚5万吨左右的核弹头。而8000公里的射程可以从中国领海附近直接打击到美国的东北部。美国防务情报局也表示，拒绝透露对该潜艇的信心程度和导弹状态评估。这番言论可以说明，中国最新一代的战略核潜艇对美国起了威慑作用。虽然中国在核潜艇方面的技术创新取得成果，研发建造出了中国第2代的战略核潜艇，但不得不说的是，对比美国与俄罗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无论是美国第5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还是俄罗斯第4代战略核潜艇的北风之神955型战略核潜艇，都还存在着追赶的空间。但现在已经有消息放出的中国未来的096型战略核潜艇和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都将对中国海军力量起到巨大的提升作用。并且有美国媒体称，还在建设的096型战略核潜艇在性能上可能全面领先美国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无论这是不是捧杀，能看得出的是，中国对于美国军事方面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国军事方面的不断创新进步发展，也让美国开始坐立不安。